还有4天时间，以太坊将进行一次新的升级，Fusaka 升级。这期视频里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升级的要点，同时我也将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以太坊拥有光明的前景。我同意 Tom Lee 的说法，就是以太坊终将超越比特币，所以我前面也做了一期视频评论了 Tom Lee 的观点。但我跟 Tom Lee 的差别在于，我不是很单，我是用逻辑去思考。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Fusaka 升级。我说它是在勾画以太坊的未来蓝图，当然以太坊的升级是比较频繁的，但它会一次做得比一次好。Fusaka 升级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以太坊变得更快、更便宜，特别是对2层网络 Layer 2而言，也更安全，同时更易于使用。为什么叫 Fusaka 呢？这个名字是2个升级代号的组合，一个叫福禄星是共识层的升级代号，一个叫 Osaka 是大阪执行层的升级代号。预计时间是第4季度，也就是官网上宣布的，离现在还有4天的时间。我们把它的升级内容以通俗的方式做一个解读。核心重头戏是要让 Layer 2费用更低，容量更大，这也是 Fusaka 最重要的功能升级。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像 Arbitrum、Optimism 这样的 Layer 2的网络能够大幅度降低费用，并提高速度。包括这么一些做法，第一个是叫 Peer DAS， 我们称为数据可用性采样，叫做 Data Availability Sampl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以太坊为了安全，它所有的节点都必须下载并存储所有的 Layer 2的数据，也就是 blobs， 叫做二进制大型对象 Binary Large Objects。 随着 L2 越来越火，数据量越来越大，这节点的压力太大了，有点吃不消，所以就限制了扩容。那么 Fusaka 升级就引入了一个采样的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它不再要求每个节点都存储所有的数据，而是每个节点只存储一小部分，例如1/8，然后通过数学算法让大家构成一个拼图。只要拼图拼在一起，数据是完整的，网络就是安全的。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个节点的负担都变轻了，但是网络整体能处理的数据量却可以在理论上翻8倍。这意味着 L2 的交易费用可以更低，容量也更大。第二个就是灵活调整 blob 数量，也就是所谓的二进制大型对象。以前调整数据容量需要全网大升级，以后可以通过小的更新灵活调整容量，就像网站后台改个配置一样，就能更快的适应 L2 的需求。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升级。第二个方面，给主网扩容和瘦身。为了让以太坊主网能够处理更多的交易呢，同时不让节点变得过于臃肿，所以设置了一些新的规则。第一个规则是把 gas 上限提高，简单理解就是把区块这个公交车的容量加大了。以前是45个 M， 现在增加到60个 M。打个比方，就是以前能够载45个人，现在可以载60个人，这样每个区块就能打包更多的交易，减少网络拥堵。历史数据过期，例如节点不再需要永久保存那些非常古老的历史数据，就是 merge 之前的那些数据就可以不再保存了，因为历史数据是不可篡改的，你只要把历史节点上最终的哈希值把它存储下来就可以了。所以这就像清理电脑的垃圾文件一样，就可以给节点硬盘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更多人能够跑得起节点，每一个节点的运行压力就更小。第三个设置就是设置各种上限，防止网络攻击。为了安全，这次升级给很多操作加了一个天花板，例如限制单个区块的最大体积为10兆，限制单个交易能消耗的最大计算量。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恶意发送超大超复杂的交易来堵死网络，使得网络更安全。第三个变化是提升用户体验，让你用起来更爽。这一部分的改进直接关系到我们普通用户，也关系到开发者。例如，它会支持原生的通行密钥。通俗一点讲，这次升级以后，以太坊将原生支持像苹果的 Face ID、安卓的指纹解锁这些设备自带的这些安全机制。那么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未来你的以太坊钱包，你直接用手机刷脸或者指纹就能安全的签发交易，就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一样方便。还有一个改进就是确定性的提议者预知，就是网络可以提前知道下一个区块由谁来打包。这就让所谓的预确定 pre-confirmation 成为可能，意味着你的交易确认速度会更快，体验也更丝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Fusaka 的升级是继 Pectra 升级之后的又一大步。以前的升级像是在修路，那么这一次的 Fusaka 升级呢，主要就是提高它的性能，包括拓宽了高速公路，
让 L2 跑得更快，然后加大公交车的容量 ，gas limit 提升了，升级了检票系统，原生支持手机刷脸和指纹，提升用户体验。以太坊的终极目标就是它不仅仅是极客的玩具，而是能承载大规模用户、既便宜又好用的全球计算平台，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区块链，这才是区块链的未来。好，我们再来简单的评述一下为什么我说我同意 Tom Lee 关于以太坊将来长远看会超越比特币，也存在这种可能。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以太坊它相对比特币来讲，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因为 V 神的存在，V 神的智慧，它是以太坊社区天然的灵魂人物，所以它能够帮助以太坊社区更快的形成共识。例如要升级，包括应对量子机，对于以太坊来说，要达成共识去升级的话，肯定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问题。只要社区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马上就能实现。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以太坊长期内不断的去升级、更新它的性能，使它更适应时代的变化。第二就是以太坊因为是图灵完备，可以承载智能合约，所以它天然可以应对承载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应用场景产生新的需求，它又可以通过升级去承载它们。所以以太坊如果能够不断的升级，去应对各种不同的现实世界的应用场景，那就意味着它有越来越好的基本面，能够未来产生越来越多的 gas fee， 从而使得它的价值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第三，以太坊在整个社会的情绪和共识的层面，它是仅次于比特币的。而随着智能合约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以太坊的强情绪共识完全有可能达到与比特币比肩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共识驱动的情绪价值在以太坊身上也能得到像比特币同样的价值实现。按照我以前提供的资产价值的分析框架，资产价值它是由它的内生的内在价值和情绪驱动的价值共同构成的。因此，以太坊由于它能承载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所以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很明显是强于比特币的。如果它的情绪共识也能跟上，就意味着以太坊未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第四个方面就是从市场交易的情况来讲，我们知道在2020年DeFi Summer 当中，以太坊是大幅走强，是山寨币的领头羊，成为市场最火的加密币种。但是从那创造5000块钱的新高以后，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再创过新高。在图形上看，自从2020年到2021年那一波 DeFi 的浪潮，以太坊创了新高以后，在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以太坊其实一直是在沉淀。图形上走出的是一个收敛的大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一直走了4-5年时间。这几年的调整时间，既是市场筹码重新整理归集的时间，也是市场情绪进行沉淀的时间，同时也是以太坊进行技术升级的时间。可以预期，在未来，当以太坊走到这个三角形的末端，如果借助于某一波类似于像 DeFi 和 NFT 这样的热点能够向上突破的话，以太坊很有可能迎来波澜壮阔的长期牛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赞同 Tom Lee 的观点。当然 Tom Lee 是利益相关者，他是 Bitmain 以太坊储备公司的 CEO， 所以他讲的话可能带有喊单的含义，而我是基于独立研究和逻辑来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基于以上逻辑，我对以太坊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是不怀疑的。让我们一起去期待以太坊给我们带来一个辉煌的加密货币的未来。好，各位如果觉得我今天的分析对你看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请你一定要点赞本视频，以便让更多人看到。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